这被我换电池了。啊！糟糕！啊！我今天晚上一定把吃的买回来给你。先吃一片我做的饼干，迷迭香口味的哦，应该很好吃哦。天津刘新平今天将住进联大医学中心进行他的第2次化疗。院方为了迎接刘新平住院治疗，可以算说是全院总动员，严阵以待。总统稍后先走了，拜拜。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立联大医院，总统的千金刘新平今天将住进联大医院进行第2次的化疗。院方为了总统进行入院治疗，几乎是全院总动员，严阵以待。现在各位看到记者的身后，医院大厅入口车道几乎是布满了安全人员，警方更是出动了大批警力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安全维护。目前也有大批的媒体正在守候总统的到来，稍后总统也将会亲自来到联大医院探视刘新平。等一下，我们将会为你有最新的报道，为您掌握最新的状况。总统，您觉得状况有没有好转？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总统，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你介绍这个漂亮的女病人。希望介绍一下。蛮漂亮，介绍给我。你在这边干嘛？哦，你又睡过头了是不是？早起10分钟不就不用那么赶了吗？好，低血糖全麦这是你的早餐。这是什么啊？这是木树芽哎，我又不是马。哎，你要吃不吃随便你好不好？这个是我最后一个礼拜站在你助理，再请不到人啦，以后早餐请吃泡面，顾你再多的事。奇怪，有没有叫你？你在那边闷什么？讲那么小声给谁听？听清楚了哦，今天呢，你一下到和住院医师在病房有小组会议，结束后呢，1902C 的病患家属要来听你说明病情。哦，然后你进场车的今天下午可以去看。啊，出来了。有这开车方便。啊，最后内科徐大明徐主任他打了3次电话找你，说有紧急事情。文丽小姐，你还真是知道什么叫做轻重缓急耶。呵呵呵。内科主任找我干嘛？唉。喂，徐主任吗？你好，我是外科苏玉华。进来坐，进来坐。请，来，这边坐，来这边。好，这边坐啊。我在一份医学杂志上面看到你的一篇作品，经皮肤穿刺、内直视中央静脉输液管的装置、急性并发症的处理，1000个病例报告分析。恭喜你啊，写得很好啊。目前台湾方面来讲，你可以说是最有经验，也做得最好了。没有了，主任你过奖了。这种小手术，是因为别的外科医生兴趣不高，所以我才做的比较多。你做得很好，啊，我们都打听过。哎，你先看看这个，
这个病人呢，是21岁女性，急性白血症患者，做过第1次的化学治疗，现在正进入第1个阶段的恢复期。那么目前各项血球检验的数目呢，显示治疗情况都还不错。刘新平，就是她，我们总统的女儿。你知道总统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算是很乖，治疗期间也一直很配合。但是就静脉注射和抽血这件事情，简直要她的命，没有一次心平不是呼天抢地。那么每一次总统一皱眉头，我们也要命。所以我们打算在第2次化学治疗之前，装置内置式中央静脉输液管。你觉得如何？主任，像你找我来，应该不是叫我来替你做决定的吧？总统先生，这位是外科苏玉华医师，他是目前国内中央静脉输液管这方面的权威，非常的优秀。那么这次新平的手术呢，就请他过来帮忙做。苏医师，那就拜托你了。你不要这么说，这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这位是总统办公室王世平主任，也是我的老朋友。你好。新平这次的住院呢，是由王主任安排跟联络的。那目前这个阶段呢，各位长官，各位长官，苏医师是来看我的吧？爸，你不是答应我要去工作吗？你快去吧，你在这里大家都紧张兮兮的。好，好，好，让我跟苏医师说说话。等他看过你 OK， 我马上走。啊？你好，我是苏玉华。我知道，他们刚刚说过了。他们说你会帮我装一个插头，以后抽血跟打针就从那个插头，就像接网络一样方便，对吧？大概会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突出物。这边啊，哇，那以后我胸前不就多一个疤了吗？我会尽量把伤口拉到最低，而且低到可以穿晚礼服的程度。真的吗？那你不要告诉我爸哦，今年春节晚会我就要穿晚礼服，而且要这么低哦。好，我尽量不要告诉你爸。新平，黄叔叔没有骗你吧？说要给你找最好，明天就请苏医师帮你开刀，这样子你总放心了吧？那么由苏医师来做这个手术，大家应该都很放心。好，总统先生，那我们先告辞。好，让新平多休息。啊。苏医师，请留步。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我是一个总统，但我也是个父亲。我女儿，就拜托你。苏医师，我虽然是内科主任，
可是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就连纽约、东京那一方面最好的外科医师的成绩，也不过做6%、7%的并发症。你是这方面1等1的好手，所以我推荐你。谢谢徐主任。哦，对了，徐主任，关于这件事，是不是要跟唐主任报告一下，这样会比较好？年轻人，这个年头啊，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想这么小手术就不需要惊动大家了。本院为回馈就诊民众，于即日起开放免费见诊苏奕华，苏医师吗？ 1楼门诊大厅服务台放有申请表，欢迎民众前往索取并多加利用。你是？你好，我是 BTV 记者马一芬。有什么事吗？我想请问，明天是不是你替刘新平做手术？你从哪里听到的消息啊？我可以再问你几个问题吗？为总统监禁开刀会不会很紧张？这只是小小的手术啊，而且病人就是病人，没什么不一样。我都是平常心哎。平常心？那别人呢？啊？我听说内科的徐主任是直接照会你的。如果这件事情让外科的唐主任知道的话，难道他不会有任何的意见吗？外科常常接受内科照会替病人开刀啊，所以这很普通，唐主任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吧？你说呢？叫他开刀的不开刀，就听人家去吃什么偏方嘛。把肿瘤搞成这个样子，为了折腾我嘛，迟早会气得中风的。Kelly 啦，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是不是听不懂？吃饭会不会啊？猪啊，跟猪一样笨，你这还是人啊？叫你做都不会做，去。我没摔东西，他先摔啊！哼！现在的护士搞什么？脾气都不行，一点秩序都没有。怎么了？唐主任又发飙了。来，我调来消毒，谢谢帮忙。总管，现在把肿瘤拿去给家属看，叫他以后不要再吃乱七八糟的偏方，好不好？不然死掉我也不管了，不要再来找我。主任，我们是不是切一小部分？整个拿出去啊！记住啊，告诉他们说，死掉我也不管了，7个字，1个字都不准少。等一下我会下去问家属，看你有没有这么说。是。 7个字，死掉我也不管了，别跟你爸爸一样胆小。是，主任。我敢打赌他一定不敢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么没种，跟人家当什么外科医生没用。哎呀，唐主任，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这台刀结束了，我请你喝咖啡。不用啦，你们开刀房冲出来那种墨汁，也叫咖啡吗？我才不要喝了。我亲自帮你烧，用你专用的咖啡机和你专用的咖啡豆，这样可以了吧？好。哦，那我要快点喽，有人请我喝咖啡嘞。
哎，陈旭啊，你到底懂不懂得麻醉呀？你是主任呢，肚子麻成这样硬邦邦，叫我怎么关肚子啊？可是唐主任啊，手术快结束了，如果我增加肌肉松弛剂的话，我怕病人……手术什么时候结束是我的事。枉费当年你教授升等的时候，我还投你一票嘞。啊，现在当教授了，连麻醉都不会了，没用啊，同那些小鬼一样饭桶。可是什么？你们不是有那个什么超短效的肌肉松弛剂吗？好贵哦！你还拜托我一定要在药事委员会通过，现在要通过了，麻成这个样，我有没有好处啊？哎，关医生啊，唐主任又在隔壁发飙了，你要不要过去救救你们赖主任？好啦，大牌啦啊！现在是大主任了嘛，嗨，做事就可以随随便便，不用认真，是不是？我还告诉你嘞，我看这样下去啊，麻醉科主任换人做算了。唐主任，肚子关不起来，这样子发飙也没有用啊。赖程序，我了做你去请什么救兵来的？原来是请一个恰查某来救你啊！唐主任，手术不顺利，东牵拖西牵拖，好像全部的人都对不起你啊。嘿，拄仔在讲你恰查某就是恰查某，恁看，睡到我妹啦！哼！唐主任，你别开玩笑了，你是堂堂的外科大主任，只有你骂别人，谁敢骂你？问问你们的大主任啊！你们把肚子麻成硬邦邦的，叫我怎么关肚子啊？我又不是要求你们变魔术，这么简单做不到，还谈什么服务导向啊？唐主任，这是你要的肌肉松弛剂，别人打10毫克可以撑1个小时。你是主任级的，我现在帮你打40毫克。你的肚子爱关多久就关多久，这样子。你满意了吧？我可没叫你打那么多啊。肚子软了吧？说。医师，你刚打了40毫克的肌肉松弛剂，等一下病人要清醒怎么办？别担心。我刚打进去的，全都是生理食盐水。啊，你骗他哦？不是骗，是麻醉。我们有时候啊，除了麻醉病人之外，还要麻醉一下外科医师。麻醉科关心关医师，麻醉科关心关医师，请到。小妹妹，你要学的还多着呢。帮我拿去。谢谢。发飙了，这个不小哎。怎样？对家属说了吗？说什么？死了我也不管啊。你说呢？你真该看看家属的脸。不要想太多了。加油到。关心。有事吗？我放了一个保鲜盒在你柜子上，你看到吗？这是你放的。我还在想，谁这么好心，一大早请我吃饼干。今天是一个特别日子，所以想请你吃饼干。哪个爱慕你的女病人还是小护士做的啊？还蛮好吃的。我自己做的。你做的？好吃吗？还好啦，不过下次换口味，我很怕迷迭香。对了，
现在什么日子啊？关医师，关心，苏玉华。哇塞，刚才那台刀真的是太棒了！你知道，几乎我一脱手套，病人马上醒过来，完美。关医师，你真的是我看过最好的麻醉科医生。你不要期望我讲什么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外科医师之类的话哦。我是，真的。哎，苏玉华，你刚说今天什么特别日子？花莲。哎呀，大主任，你知道现在在闹护士荒，好不容易训练好的护士都给骂跑了，以后你们还开不开刀？唉，苦啊！你看我打拼了一辈子，哼，到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上面不敢得罪，不要说了，现在连下面都开始欺负我。哎，主任。哎，邱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主任啊，这咖啡啊，就是邱副主任特地买来留在开刀房孝敬您的。这个是托朋友从牙买加带过来的，听说台湾很难买到。主任喝的还习惯？主任，我有门诊，我先走。还叫苦呢？你看，你这学生对你多好。好。邱庆成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聪明，如果不是这么年轻就当上副主任，信不信由你。将来第一个骑到头上欺负我的人就是他。这要是真的太笨，你哪受得了啊？没这么严重，喝咖啡吧。主任喝咖啡啊？这个怎么样？这个总不会欺负你了吧？本医院有史以来最年轻升等当教授的。他是有点本事，可惜太过不知天高地厚。医生不像医生，将来一定被人修理。哦，讲到那个不知天高地厚，内科徐主任找了苏医师去替上面那个宝贝女儿装了内直式静脉输液管，你知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我认识很多小鸟啊，小鸟飞来告诉我。我老早就不做那种小手术了，他爱装就去装，关我屁事。你和徐大明都是总统医疗团副召集人，你还是外科主任兼开刀房委员会主席。这开刀连通知都不通知你，还直接动你手下的人，你还说没事？老哥，谁不知道我们赵院长马上就要退休了？这接下来的新院长不是你就是徐大明，难道要等徐大明当上院长以后，再来名正言顺的欺负他？郭太，什么事情这么急急忙忙的？你和徐大明找苏玉华帮刘新平开刀是不是啊？徐大明跟我分析过啊，内直式中央静脉输液管手术和传统式的利弊啊。那我感觉是内直式中央静脉输液管的手术比较适合刘新平啊。苏玉华是我的学生呢，他有几两重我会不清楚？他那个什么内直式中央静脉输液管手术根本就是乱开。乱开？不是，哎，他写过报告嘛，而且写得不错呀。他说这个并发症只有20%-30%而已嘛。可他那1000个病人呢，光我知道有问题的起码就不止20-30，你会比我了解他呀？徐大明亲自推荐的，而且总统也接见过他哦。到底是徐大明是外科主任，还是我是外科主任啊？好，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徐大明，让他过来亲自跟你协调，可以吧？院长，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 BTV 的记者常义如的乳房摄影？你的 X 光没有判读出来，乳癌到了我手上，我还不是一手扛起，帮着你隐瞒着。当时我有没有叫你找常义如协调啊？我告诉你，如今的常义如已经是 BTV 新闻部的经理。昨天的总统专访，你看了没？唐主任，你刚才所说的话，是对我威胁还是什么？我只是提醒你，别忘了到底是哪个人一直帮你解决问题，收烂摊子。将来你退休了，仍然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召集人，你敢保证你这召集人以后用不到我外科？而且现在你让徐大明牵着鼻子走，万一出事，我外科绝对不负责任。你想怎么办？你跟徐大明闹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我老实说句话，我要退休了，将来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我管不着。开刀房是你的地方，你要怎么做，我也不想知道。谢谢主任再见。唐主任。哦，大美女啊，跑什么新闻啊？总统宝贝女啊。哦。听说明天是素玉华这号是不是？不是。不管你怎么做，刘新平的这次手术必须要平平安安的开完了刀下来。那如果不是素玉华的话，主任可不可以告诉我？对不起啊，马小姐。千万不能闹到总统府去，因为我还要顾着我这个老面子。我这样说可以吧？放心吧，院长，我保证刘新平能平平安安，你这个召集人也能平平安安。非常谢谢你，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把老骨头了，马上搞定这事。好的，主任放心。不过话我要说在前头啊，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咬我，我是坚决否认的。我明白你的意思。麻烦请移至户外平面停车场，以免影响车辆进出。谢谢。明天开刀的是你对不对？你猜呀？我？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你？如果在公开场合的话，你要先挂号，在私底下呢，你预约就可以了。好，我现在就跟你预约，我等你电话。关心。
新平，我来看你今天的夜检报告，想出来看。陈老哲脸逊，改天再带你去买几顶比较好看一点的。再好看，也没有我化疗前的头发好看。我想也是啊，不过头发终究还是会长出来的嘛。哎，这是你妈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心肌梗塞过世了。而我又莫名其妙的得了急性白血症。如果他还在，一定会很难过的。我最担心的，其实是我爸爸。我妈走了，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他怎么办？虽然我知道你很忙，没有时间回来帮我过生日，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所以我要来跟你一起说生日快乐，20岁喽！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的经验呢？怎么会没有？当你上火车、飞机、计程车的时候，你不是就把你的生命交给那些驾驶吗？你进来这医院的时候，你就要相信我们啊！同学，你愿意把明天的生命交给我们吗？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哦。你很适合演电视剧。啊？是哦。哎。早知道我当初应该去念戏剧课才对的。明天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不要担心，要相信我们。但是对我很重要。拜托你了。
不接电话。不接。美倩，小敏房间地上那些铅笔啊、玩具啊，你收一下嘛，她会跌倒哎。我刚刚才收过的。他就是会这样，一直丢，一直丢啊！我每天反复收，还得要随时随地跟在他身边。算了，你不懂，我真的已经很尽力了。照顾有学习障碍的小朋友本来就比较累嘛，只要我们肯付出心力，他会好转的。小敏又开始吵着要学骑脚踏车，他平衡感又不好，怎么学啊？没关系啦，等过一阵子看看他的情况再说吧。美娟，我们找时间去看房子吧。我想换一间大一点的，也顺便帮小敏找一个好一点的学区。再等等吧，这里的房贷不是才刚付完吗？赵院长要退休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唐主任应该会当下一任的院长。那如果唐主任当上院长的话，他外科主任的位置应该就是我来做。如果能当上外科主任，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苏医师，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刘新平嘞？他6点半就送开刀房啦。不是8点半的刀吗？现在才7点多哎。不是改时间了吗？改时间？对啊，6点左右开刀房的护理长打电话来说，因为手术室调度的问题，所以手术预定时间改为7点。6点半病房就把病人送过去啦。那徐主任知道吗？我们以为你们都知道哎。赶快通知徐主任啊！你好吗？会不会紧张？当总统的你，好像没有紧张的权利。这样太辛苦了。不要紧张，你不会有事的。紧张。深呼吸。好，再一次。很好。再来。把完讲完就回来。我当然没了。陪你好吗？没关系，妈，我没事。我当然没了。我希望你手术完就可以在外面看见爸爸。我希望你手术完，飞机在屋顶，爸爸就可以在外面看见爸爸。准备好了，高雄在看见爸爸。
关心，为什么手术提早？是这个时间没错啊，大家都被通知了。你怎么会问这件事啊？跟你刀有关吗？怎么会？哟，你也在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有空过来帮忙？谢谢。唐主任，大记者，今天还真的是邱副主任值刀啊！我不是说了，总之一定不是苏怡华。哼，难道我这个外科主任说话不算数？开玩笑，当然算数了。算数不就得了？苏医师说他昨天有参加指定会诊，早上也没。老徐，来杯咖啡吧。当我进入异业时，我郑重的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凭着良心跟尊严从事异业，病人的健康为我首要顾念。唐国泰跟徐大明吗？是啊。我只是想要跟你说，如果你只是想要跟我说，你病人的并发症比我少，还是你的刀比我好？他好像有点发烧哎。这个38度左右的发烧，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如果内直式静脉导管使用得很好，没有任何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我要恭喜林建平，恭喜总统，也恭喜大家。你现在一天到晚拿着发烧那么一点小理由在那边大做文章，你到底是在跟谁过不去啊？那万一有任何并发症，那就恭喜唐国泰，同时要恭喜我。心肌坏死，他心脏没有功能，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轻易相信别人，你只能相信你自己。法律可不管那么多，他一定有过失，或多或少而已。我们可以给他点压力，一定要让他出面考。不晓得这样会不会让你为难呢？不会，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帮院长做事。